今天是2022年11月24号，我现在在中国的首都北京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今天出门戴着一个口罩。这个口罩呢，不是一般的口罩，这个口罩很厚，上面还有一个阀门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现在天上那么吵？其实是一辆飞机开过去了，飞机呢在往下喷这个消毒水，然后主要是为了消灭现在在北京空气中的这个新冠病毒。我不能把这个口罩取下来，因为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我专门拿了一个额外的口罩来给大家展示。这个口罩是专门用来防雾霾的，它可以过滤空气，这样你吸到肺里的空气就会比较干净。但是戴这样的口罩也有不好的一点，就是吸入的氧气变少了，你可能需要使劲吸才能吸入更多的氧气。距离新冠疫情刚刚开始已经过去将近3年了。我感觉在这3年间，因为疫情产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全世界的中国游客减少了。那在国外，把韩国人或者日本人当成中国人的事件应该也越来越少了。在中国呢，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，在大街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核酸检测点，基本上每300米就有一个，真的很方便大家做核酸。现在很多人，比如像我，如果一天不做核酸，就觉得鼻子痒痒的，心里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而且现在做核酸也已经成为了一项很热门的生活娱乐项目。你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做核酸，因为实在是太火了。扫码登记也是目前中国人很崇尚的一个娱乐活动。不管你去哪儿，上地铁、公交或者进饭店和商场，都需要扫码登记一下，证明你来过这个地方了。我其实很认同这种签到的方式。以前要想证明你到过一个地方，你可能需要在石头上刻字，但是现在只需要扫码就可以了，不会破坏大自然，同时也给了自己一种满足感。另一个需要感激的一点，就是因为疫情产生了许多新词汇，比如说弹窗，就是如果你的健康宝弹窗了，理论上你就不能出门了，你需要联系你的居委会上报，然后等他们解除弹窗。居委会这个在从前基本没什么用的组织，现在在中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还有一个词就是静默。我本来以为静默就是灵修中一种存有的状态，后来请教了我的中国朋友才明白，原来静默就是封城封小区的意思，真的是为中文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。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放弃做核酸了，但是我感觉很多的居民都在经历着新冠后遗症，比如说鼻子痒痒什么的。很多人觉得不做核酸不安全，不敢去上班，也不敢去上学。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基本不用静默了。我认为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静默，就不劳烦工作人员了。朋友再见，朋友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算了，我不唱了，我现在要去做核酸了。我们
下周再见，好吧，拜拜。